祝融號還活着嗎？你還記得祝融號嗎？就是那輛曾經刷爆全網的中國火星車。2021年，它成功降落火星，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輛在美國之外成功開展巡視探測的火星車。當時很多人都說，中國第一次去火星就幹成了美國花了幾十年才逐步完成的事兒。可後來呢，好像突然就沒消息了，沒有新的照片，沒有新的直播，也沒有新的新聞。於是很多朋友開始問了，祝融號現在怎麼樣了？它還活着嗎？天問1號任務結束了嗎？今天這期視頻我們就來系統聊聊這個問題，而且我保證，看完之後你對祝融號、天問1號的認識可能會和以前完全不一樣。先說結論，截至目前，祝融號大概率已經無法恢復工作，但天問1號任務並沒有結束，相反，它至今仍在持續產生科学成果，而且這些成果的重要程度可能遠遠超過當初那場轟動全球的火星着陸。等等，你剛才不是說祝融號已經無法恢復工作了嗎？為什麼還能產生成果？這麼跟你說吧，對於深空探測來說，最珍貴的從來不是探測器本身，而是它帶回来的數據。很多探測器死了，但它留下的数據，科學家可能會研究10年、20年，甚至更久。祝融號現在就是這種情況。不過在講成果之前，我們得先把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說清楚。什麼是天問1號？什麼又是祝融號？很多人把這兩個名字混在一起使用，其實並不準確。天問1號是整個火星探測工程的名字，它其實由3個部分組成，一個軌道器，一個着陸平台，一輛火星車，而祝融號就是那輛火星車。也就是說，你平時看到的祝融號自拍、火星照片、車輪壓痕，其實只是天問1號任務中的一個環節。這樣一說，是不是一下就明白多了？天問1號任務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中國第一次執行火星任務就同時挑戰了3個高難度動作：繞火星、落火星、巡火星。航天界把這叫做繞、着、巡，一步到位。聽起來好像沒什麼，但如果你了解火星探測歷史，就會知道這有多瘋狂。你知道嗎？火星距離地球最近的時候也有5000多萬公里，最遠的時候超過4億公里。探測器飛過去通常要7、8個月，而且火星登陸的難度極高。你可能會覺得月球都登陸過了，火星還能有多難？事實上，火星被航天界稱為探測器的墳場。截至今天，人類發射的火星探測任務失敗率依然相當高，因为火星大氣太尷尬了，它不像地球那麼厚，沒法提供足夠空氣阻力，但又不像月球那樣完全沒有大氣。你不能簡單的靠發動機硬着陸，於是着陸過程變得極其複雜。科學家甚至專門給它起了個名字——恐怖7分鐘，因為探測器從進入火星大氣層到最終落地，大約只有7分鐘時間。速度從每小時接近2萬公里降到接近0，整個過程必須自動完成，地球根本來不及遙控，任何一個環節出錯，任務就結束了。而天問1號成功了。2021年5月15日，祝融號搭乘着陸平台成功降落在火星烏托邦平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2個成功實現火星巡視探測的國家。這一刻其實已經創造歷史了，但真正讓我覺得厲害的還不是登陸本身，而是它降落的地方。烏托邦平原這個名字聽起來很浪漫，實際上它是火星最大的撞擊盆地之一，直徑超過3000公里。早在幾十年前，科學家就開始懷疑這裡曾經存在過一個巨大的海洋，但一直缺少直接證據。於是祝融號來了，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尋找答案。你可能不知道，祝融號身上最厲害的設備之一不是相機，而是雷達，準確地說是地下穿透雷達。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給火星做 CT 掃描，它能看到地下10幾米甚至幾十米深的結構。這項能力非常重要，因為火星表面經歷了幾十億年的風化和侵蝕，很多歷史已經被掩埋。想知道過去發生過什麼，必須往地下看。而祝融號看到的東西，後來震驚了不少科學家。根據後續分析結果，祝融號在地下發現了大量傾斜排列的沉積層。這些結構非常像什麼呢？非常像地球海岸線附近形成的海灘沉積層。
換句話說，今天這片荒涼的火星平原，幾十億年前可能真的有海浪拍打過。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畫面，現在的火星遍地紅色塵土，寒冷、乾燥、荒無人煙。但在遠古時代，這裡可能有海岸，有潮汐，有河流匯入海洋，甚至可能擁有適合生命存在的環境。這也是祝融號迄今最重要的科學貢獻之一，因為它關係到一個終極問題：火星曾經是否宜居？那麼問題來了，如果祝融號這麼重要，它為什麼後來沉睡了？答案其實很簡單，能源。祝融號使用太陽能電池板供電，而火星有一個非常討厭的特點：沙塵。大量細小塵埃會慢慢覆蓋太陽能板，發電能力越來越弱。再加上火星冬季來臨，光照減少，溫度下降，最終探測器進入休眠狀態。原本科學家希望等到季節變化之後，它能夠自動醒來。可惜的是，這一刻始終沒有發生。從2022年5月進入休眠開始，直到今天，祝融號再也沒有傳回新的信號，所以從現實角度來說，它大概率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過，故事並沒有結束。你可能不知道，祝融號沉睡後，天問1號任務最重要的成員其實還在工作，那就是軌道器。現在的情況是，在火星地表，祝融號安靜地停在這裡，像一座沉默的紀念碑；而在數百公里高空，天問1號軌道器依然繞着火星飛行，一圈又一圈，持續觀測這顆紅色星球。它攜帶的各種科學設備正在研究火星磁場，研究火星電離層，研究火星空間環境，研究火星大氣逃逸。為什麼這些研究重要？因為今天的火星之所以變成荒漠，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大气層不斷流失，而軌道器正在幫助科學家回答火星究竟是怎麼失去宜居環境的。更有意思的是，最近幾年，天問1號甚至開始跨界了。原本它是一台火星探測器，結果科學家發現，既然設備還正常，為什麼不順便做點別的科研呢？於是他開始觀測彗星，觀測深空目標，甚至還拍到了去年很火的星際天體3I Atlas。換句話說，它正在從火星探測器逐漸變成一座運行在火星軌道上的太空天文台。這也是深空探測最有魅力的地方。一個任務開始時也許有明確目標，但隨着時間推移，它往往會創造出最初根本沒有想到的價值。所以，如果你今天問我祝融號現在怎麼樣了，我的答案會是這樣：祝融號或許已經沉睡，但它並沒有消失。它留在火星上的每一條車辙，留下的每一組數據，依然在不斷幫助人類理解那顆紅色星球。而天問1號也遠遠沒有結束，它仍在火星上空飛行，繼續替我們觀察着這個距離地球數億公里的世界。從2020年發射升空開始，這項任務已經走過了6年，而它最有價值的成果或許還沒有全部出現，因為在科學探索裡，探測器停止工作的那一天，並不一定是任務結束的那一天。很多時候，真正的發現恰恰是在沉默之後才開始出現。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